月份电影《天堂门票》的首映礼，把几乎要淡出影视圈的好莱坞男神乔治·克隆尼又拉回了大众的视野。人们惊觉这个已经60岁的男人居然越老越帅，魅力爆表。当天最吸引人们眼球的，不是跟他有最佳荧幕情侣之称，已经有20多年没合作的茱莉亚·罗伯茨，而是他身边美人鱼般穿着一袭波光粼粼的吊带裙的妻子阿玛尔。曾经的全球最辣律师，44岁的阿玛尔轻而易举的就把曾经的女神茱莉亚给打败了。作为影视圈的素人，他再一次成功出圈。两人从结婚到现在8年的时间，夫唱妇随，好不逍遥。谁都想不到阿玛尔会是好莱坞花花公子乔治·克隆尼的宇宙尽头，把他吃得死死的。在好莱坞，如果要评完美先生，非乔治·克隆尼莫属。演电影、做导演、当制片人，奥斯卡以及金球奖项大大小小拿个无数。在这些光环之下，他的帅好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也有人说，克隆尼的魅力不在颜值，而在举手投足之间，说白了就是骨子里自带的气质。乔治·克隆尼曾多次被评为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，他的情史比布拉德·皮特还要丰富，先后交往过21个女友。能和这么多女人交往，乔治·克隆尼自然少不了钱和颜。在钱的方面，他曾经以2.39亿美元登上福布斯男演员收入排行榜，同时他的龙蛇篮球品牌以7亿美元高价被收购。在颜的方面，有科学家在根据希腊黄金分割理论对男星的脸进行计算，经过实验证明，乔治·克隆尼拥有全世界最帅的脸，黄金比例高达91.86%。如此完美的一张脸，加上他1.8米的高个子，妥妥的师奶杀手。乔治·克隆尼1961年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克列星敦。在成为职业棒球运动员的梦想破灭后，他怀揣300美元跑到洛杉矶，开始闯荡好莱坞。但是他早期的演艺经历十分不顺利，一直都在跑龙套，比如客串一下路人甲、士兵乙、尸体丙这样的角色。1984年，克隆尼的演艺生涯迎来转机，他出演了一部名为《急诊室》的电视剧，知名度与片酬有了一定提升。自此，克隆尼的演艺之路和风流情史正式开始。1987年，克隆尼认识了女演员凯莉·普雷斯顿，她曾经出演施瓦辛格的《龙兄鼠弟》。开始交往后，克隆尼用全部家当在好莱坞买了一套房子，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，凯莉就把克隆尼甩了。分手之后，凯莉·普雷斯顿嫁给了好莱坞男星约翰·屈服塔，而克隆尼重回前女友塔拉·巴萨姆的怀抱，很快登记结婚。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4年就破裂了。克隆尼的事业没有突破，导致心情郁闷，经常夜不归宿，泡在各种酒吧和夜场里。塔拉·巴萨姆忍无可忍，向克隆尼提出了离婚。两人在199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双方在争取财产分配的离婚官司上吵到撕破脸，还为了宠物猪麦克斯的监护权反目成仇。据说与凯莉分手的原因，也是因为克隆尼太宠溺宠物猪，经常跟他同睡一张床，凯莉无法忍受，只好提出分手。国内网络一直流传着他的一句话：结婚不如养猪。经过检索，并没找到原话。可是这头叫麦克斯的宠物猪也确实终结了他至少2段恋情。这张图看着猪不大，但他过世时已经长到了136公斤。据外媒报道，他的女友席琳·巴利特兰曾经逼问他要我还是要猪，然后女友就变成了前女友了。另外一位前女友也曾对女性优越杂志说，他根本不需要孩子，他对那头猪的爱是独一无二的。当年外媒的报道直接将克隆尼和猪猪 Max 的关系称为爱情故事。也许是那次婚姻经历太过痛苦不堪，自此以后，风流的克隆尼越发放荡不羁，身边的女人如走马灯般轮换，交往的对象的身份也是天上地下，从服务生到艳星、电视机女演员、电影女演员都有。其中比较有大众认知度的包括莎莉·赛隆、雷尼·奇维格和刘玉玲，因为数量实在太多，限于篇幅原因，只能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讲一讲。2000年左右，在结束上一段恋情后，克隆尼又被爆出新任绯闻女友刘玉玲。有媒体拍到克隆尼和刘玉玲在迈阿密的豪华酒店共进晚餐，最后如胶似漆地吻在一起。后来刘玉玲还炫耀自己和乔治·克隆尼的恋情，说他曾经在克隆尼的豪华轿车后座上有过1、2次激情之吻。当然，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是爱情里的赢家。2004年，在酒吧里认识了女服务生莎拉·拉尔森，两人正式交往后，美国狗仔曝光了女方07年暑假在赌城出席派对时的2张激情艳照，2张照片都极为放荡。同年，他选择分手。
重新恢复单身的钻石王老五乔治·克隆尼，很快又结识了一位艳星，来自意大利的名模伊丽莎贝塔·纳利斯。据说2009年时，克隆尼专门拜访女方家长，约谈婚姻大事，谁料到狗仔队又出现了，曝光了伊丽莎贝塔·纳利斯背着克隆尼和黑人足球明星西多夫秘密约会的照片。2011年，克隆尼都50岁了，还被老爸老妈联手逼问：“儿啊，你打算单身到什么时候啊？”他用“我结过婚了，我试过了”来搪塞，可以说是宁死不屈。在女性朋友眼里，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演员，又赢得了世界上最英俊男人的荣誉。在这些女人眼里，等克隆尼玩够了，到了40岁的时候，就要考虑结婚生子了。妮可基曼和米歇尔费弗这2位大美女为此不惜和乔治·克隆尼打赌，赌1000美元，他会在40岁时结婚。当然，克隆尼赢了。2个女人表示不服，又赌2000美元，克隆尼会在50岁结婚。可想而知，他又赢了。这样的浪子生活一直持续到2013年，因为在这一年，他终于遇到了可以收服他的女人。在朋友的度假别墅，他认识了35岁的阿马尔，一见钟情。风水轮流转，一直被评价不缺女友的克隆尼，这回发现啥招都不好使。他后来在采访里说：“我追了他好几个月，打电话、写信、送花，各种流程全走了一遍，没用。”阿马尔一心沉迷工作，每天都忙得不行。最后他不得不曲线救国，声称自己需要法律援助，才抓住了女神的注意力。一般提到年纪大的男明星娶比自己小17岁的女性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男方占优势的婚姻，但这一对截然不同。克隆尼很多次被英国媒体评价高攀，好莱坞的女星或者模特花瓶的成分居多，就算有演技傍身的，又摆脱不了知识的局限。而阿马尔则是美国名校高材生，他工作的场所是美国联邦法院以及国际法庭，他服务的客户上有各国政要，比如季莫申科，下有难民。哈利梅根大婚时，夫妻俩出席活动，卫报的报道是国际知名律师阿马尔身穿黄色礼服到达现场，身旁的是她的丈夫，连姓名都不配有啊。阿马尔是巴黎嫩裔，但在英国长大，父亲是教授，母亲是采访过克林顿、撒切尔夫人等政要的国际记者。这位学霸小姐姐现在牛津大学法学系完成了本科学业，4年又进了纽约大学进修法学硕士，毕业后就成为了职业律师，手握英国加美国纽约州2张律师证，主攻人权法。所以克隆尼面临的情况是，自己和父母对阿马尔很满意，尤其是母亲大赞女方非常聪明，而阿马尔的父母比较嫌弃他是个明星。行行好吧，当年克隆尼可是在欲望都市被称赞和香奈儿外套一样迷人啊。没办法，阿马尔实在太优秀了，除了事业上的优秀，他的时尚一般人追不上，登顶级时尚杂志封面是常有的事儿，他要是走 T 台，估计都没有那些超模什么事儿了。人家是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是最贵的气质。所以当克隆尼在度假胜地科莫湖遇到这个朋友的朋友时，他立马被这个高段位的精英级女人吸引。不过很显然，断不能用去追那些女星模特的手段，克隆尼打起了12万分小心。那时克隆尼是有顾虑的，他担心35岁的阿马尔会嫌弃自己老，那年他已经52岁。不过后来他在阿马尔回顾他们恋爱经历时，他说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没人要的老女人，他已经35岁了。直到跟克隆尼开始约会，他慢慢感觉到他找到了那个人。克隆尼和他交往了1年，就迫不及待地求婚了。他跪下时吓到了阿马尔，女方卡机了28分钟，他就单膝跪了28分钟，最后不得不恳求：“我已经52岁了，我很想要你回答 yes， 因为再跪下去，我的屁股就要脱臼了。”2014年，两人在威尼斯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排场大到几乎承包了威尼斯，女方坚持付掉了全部的费用。婚后，克隆尼基本成为了老婆的大型人体挂件，出街时兼任气氛组，一起走红毯，他甘愿当背景板。结婚8周年的晚间约会，一路捧着老婆的手护送上车，出门也是抢着抱娃。阿马尔基本不会家务，在家里是克隆尼做饭。两人交往后，他学着烹饪，还第一次买了围裙，但后来他才知道，每次他做饭，克隆尼都要偷偷订个餐，这样万一做砸了也有的吃。他总是搞怪逗阿马尔笑，他在包里塞惊喜小情书，他们的结合甚至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——克隆尼效应。因为男人开始乐于接受比自己更优秀的女人作为婚姻伴侣。阿马尔的光芒太盛，克隆尼不仅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还在婚后减少了工作量，一切以阿马尔为中心，陪着他去做各种公益援助。2017年，阿马尔怀上龙凤胎，克隆尼推掉了工作。他说，要是在回家之前孩子们出生了，他就不会进去家门明晃晃的秀恩爱。克隆尼曾说，
他在压根儿没想过要结婚的时候，遇到了让他想要共度一生的人，这是美好的事情。而对阿马尔来说，他这个有趣的灵魂找到了跟他登对的那一个，彼此幸运。今年乔治·克隆尼61岁了，事业成功，是好莱坞的一线明星，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妻子，儿女双全，事业有成，真的是人生赢家了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